话说赤壁大战后，周瑜虽然赢了，却也受了重伤。他养了好一阵子才恢复过来，心里想着，上次虽然曹操逃了，但江陵这个地方可不能放过，一定要把它夺下来，巩固东吴的势力范围。周瑜：江陵乃兵家必争之地，吾必夺之。却说另一边，曹操的大将曹仁在赤壁之战时也受了伤，但他早就恢复了。现在他正奉命镇守江陵这座重要的城池。曹仁可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他严阵以待，知道周瑜迟早会来攻城。曹仁：周瑜定会来犯，吾已准备好严防死守。周瑜养好伤后，果然立刻领兵直扑江陵。他心里盘算着，江陵是荆州要冲，只要拿下这里，对东吴的霸业来说至关重要。他召集众将，雄心勃勃地布置攻城战术。周瑜：诸位将士，此战关乎东吴霸业，务必全力以赴。只见周瑜大军压境，浩浩荡荡地来到江陵城下。他亲自披甲上阵，指挥军队向城门发起猛烈攻势。战鼓声震天，弓箭如雨，东吴将士们个个奋勇向前，气势如虹。周瑜：擂鼓助威，攻城车上前，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江陵。没想到曹仁早就料到周瑜会来硬的，他在城门口悄悄设下了一个巨大的陷阱。城门看似虚掩，实则暗藏杀机。周瑜看见城门好像没守严，心想有机可乘，便亲自冲了过去。曹仁：周瑜果然中计，看你往哪里逃。只听轰的一声巨响，周瑜连人带马一头栽进了预设的陷坑里。曹仁的伏兵立刻杀出，乱箭齐发。周瑜虽然身手敏捷，但还是不幸被一支冷箭射中胸口，剧痛让他几乎昏厥。周瑜：啊，中计了！快救我！危急关头，周瑜急中生智，他假装中箭身亡，倒在坑里一动不动。曹仁见他倒下，以为周瑜已死，便得意洋洋地率兵冲出城门，准备活捉周瑜，彻底结束这场战斗。曹仁：哈哈，周瑜已死，东吴军兵将大乱。就在曹仁得意忘形之际，东吴的甘宁、周泰等将领奋不顾身地冲上前。他们知道主帅有难，拼死掩护，硬是从乱军中把假死的周瑜救了出来。周瑜被抬上马车，迅速撤退。甘宁：都督坚持住，我将誓死护送您回营。周瑜回到营帐，胸口的箭伤疼痛难忍，但他并没有因此气馁。他躺在榻上，眼神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，又一个计谋在他脑海中悄然形成。他决定将计就计，让曹仁再上一次当。周瑜：曹仁，你以为赢了吗？我还有后手。没过多久，东吴营中传出消息，说周瑜箭伤复发，病危不治，卧床不起。为了让消息更真实，周瑜甚至让军医在他营帐前摆上香案，装模作样的祈福，把曹仁骗得团团转。传令兵：报，都督病重，恐不久于人世。曹仁听到这个消息，果然信以为真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他认为周瑜这次是真的不行了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于是决定趁着周瑜病危，立刻带兵去攻打周瑜的营寨，来个痛打落水狗。曹仁：天助我也！周瑜病重，此乃夺取荆州之天赐良机。只见曹仁浩浩荡荡地率领大军直扑东吴营寨。他以为会看到一个病恹恹的周瑜，或者混乱的东吴军，
他骑在马上，得意洋洋，似乎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，命令全军冲锋。曹仁杀呀！冲进东吴大营，活捉周瑜。没想到这一切都是周瑜的计谋。当曹仁的军队冲入东吴营寨时，营中突然杀声震天，伏兵四起。周瑜身披甲胄，精神奕奕地出现在阵前，指挥大军反攻。曹仁被打得措手不及，大败而逃。周瑜，曹仁，你中计了，今日便让你尝尝我的厉害。周瑜击败曹仁后，意气风发地率领大军直奔江陵城。他心里乐开了花，觉得这次终于智取了曹仁，成功夺取了江陵，为东吴立下了大功。胜利的喜悦溢于言表。周瑜，哈哈，江陵已是吴囊中之物，速速进城。然而，当周瑜的军队来到江陵城下时，他却傻眼了。只见城门紧闭，城楼上赫然飘扬着一面写着赵字的旗帜。这不是东吴的旗，也不是曹军的旗，分明是刘备的旗号。周瑜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赵子龙难道是诸葛亮？紧接着，只见城楼上走出一位威风凛凛的大将，正是赵子龙。他高声向城下喊话，清楚地告诉周瑜，江陵城早在你设计骗曹仁的时候，就已经被诸葛亮派他先行夺取了。赵子龙，周都督慢了一步，江陵城已被我军攻占，这是军师诸葛亮之功也。周瑜闻言，气得脸色铁青，差点从马上摔下来。他刚才所有的胜利喜悦瞬间化为乌有，取而代之的是滔天的怒火和耻辱感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精心布置的计谋，竟然又被诸葛亮看穿并利用了。周瑜，可恶！诸葛村夫竟敢再次戏弄于我！气急攻心之下，周瑜感觉胸口一阵剧痛，只见他脸色煞白，哇的一声，一口鲜血猛地喷了出来。这正是他旧伤复发，加上被诸葛亮气得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周瑜，噗，吐血！诸葛亮，吾与你不共戴天！周瑜跌坐在马上，眼神中充满了不甘和绝望。他终于意识到，无论自己如何费尽心机，诸葛亮总能料事如神，棋高一招。这种被完全压制的感觉，让他心如刀绞，对诸葛亮的忌惮更深了。周瑜，诸葛亮啊，诸葛亮，你怎能如此神机妙算？带着满腔的愤怒和不甘，周瑜只得悻悻然地率军离去。这就是他被诸葛亮遗弃的开始。从此，周瑜对诸葛亮是又恨又怕，也为他之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。周瑜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诸葛亮，你给我等着！话说周瑜因为讨不回荆州，气得牙痒痒的。他灵机一动，又想到一个新点子，打算再派鲁肃去荆州一趟，好好跟刘备他们周旋，看看这次能不能把荆州要回来。周瑜，子敬啊，荆州之事，我再给你一计。鲁肃，都督有何妙策？属下愿效犬马之劳。却说鲁肃领命后，不敢怠慢，立刻收拾行囊，带着手下人马，浩浩荡荡地朝着荆州方向进发。他心里想着，这次一定要圆满完成任务，不让都督失望。鲁肃，荆州之事重大，我必须亲自走一趟。随从，大人放心，
我等必护卫周全。鲁肃抵达荆州后，直接求见刘备。刘备听闻东吴使者到访，心知周瑜肯定又在打荆州的主意，便假意热情接待，将鲁肃请入府内，摆下宴席款待。刘备自靖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，请恕罪。鲁肃玄德公客气了，鲁肃此来，实有要事。宴席间，鲁肃便提起归还荆州之事。刘备面露难色，推说自己占据荆州是为了帮周瑜抵御曹操，现在还没找到安身之处，一时半刻无法归还。鲁肃荆州久借不还，周都督甚是不悦。刘备哀，备暂无安身之处，实非得已啊。鲁肃无奈，只好转向诸葛亮。诸葛亮却慢悠悠地拿出一封刘备亲笔信，上面写着等攻下西川，有了自己的地盘，自然会把荆州还给东吴，让鲁肃吃了个闭门羹。诸葛亮：鲁先生请看，主公自有归还之意。鲁肃：竟然有此一说。诸葛亮还假装身体不适，一脸病容地表示自己心力交瘁，没办法再为荆州的事情操心了。他这么一说，鲁肃更是无从下手，只能看着他虚弱的样子叹气。诸葛亮：可，亮近日身子不适，无力处理政事。鲁肃：军师保重，此事哀。鲁肃带着满腹的委屈和无奈离开了荆州。他觉得自己被诸葛亮和刘备彻底耍了一道，荆州没要回来，还被这般推脱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。鲁肃：这诸葛亮实在狡诈，我竟又被他所骗。随从：大人息怒，容我们再想办法。鲁肃回到东吴，立刻面见周瑜，把在荆州的经历一五一十地禀报。周瑜听完刘备和诸葛亮那些推脱之词，气得当场把茶碗都摔了，怒吼道：“这刘备真是个老狐狸！”鲁肃：都督，诸葛亮又使诈，说要取西川后才还荆州。周瑜：岂有此理？这些狡猾之徒！周瑜气得在帐内来回踱步，心里琢磨着，一定要想个办法，彻底制服刘备和诸葛亮，把荆州要回来。他绞尽脑汁，眼神中闪烁着复仇的火焰。周瑜：我周瑜绝不能忍受这等欺辱。随从：都督请息怒，三思而后行。没想到周瑜又想出一个狠招，他打算以孙权之妹招亲为饵，诱骗刘备到东吴，然后再逼迫他交出荆州。这招可谓是美人计加困龙局啊！周瑜：有了，就以吴侯之妹为饵，诱刘备入东吴。鲁肃：此计甚妙，都督英明。且说刘备这边暂时稳住了东吴，心情轻松不少。他决定趁此机会分兵去收取长沙、贵阳等4郡。赵子龙主动请缨，要去攻打南肯的贵阳。刘备：子龙，你可愿去取贵阳？赵云：末将愿往，定不辱使命。赵云领命后，点齐兵马，雄赳赳气昂昂地朝着贵阳进发。他骑着白马，手持银枪，一路上军纪严明，士兵们士气高涨，准备一举拿下贵阳。赵云：将士们，贵阳在望，随我冲锋。士兵：将军威武。贵阳太守赵范得知赵云来袭，大吃一惊。他虽然知道赵云骁勇，但也不愿束手就擒，于是立即点兵出城迎战，希望能抵挡一阵。赵范：
赵云勇猛，但我也不能不战而降。部将，太守大人，我们与他决一死战。两军交锋，赵云果然英勇无双，没几个回合就把赵范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。赵范见大势已去，自知不敌，只好退回城中，然后挂出白旗，表示愿意投降。赵云、赵范，还不快快投降？赵范，我愿将，休要再战。赵范亲自打开城门，热情地迎接赵云入城。他准备了丰盛的酒宴，殷勤款待，想要与赵云结为兄弟，表现得十分真诚，但又隐藏着一些小心思。赵范，将军神威，小弟佩服不已。赵云，太守客气了。赵云不敢鞠躬。酒过三巡，赵范突然提出一个惊人的提议。他说自己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嫂嫂，希望将她许配给赵云，两人结为亲家，亲上加亲，共掌贵阳。赵范，将军若不嫌弃，小弟愿将嫂嫂许配与您。赵云，这从何说起？赵云一听，立马脸色一变，他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这个提议，表示自己与赵范结为兄弟，岂能再娶其嫂嫂？这不合伦理，也担心其中有诈。赵云，我与你一结金兰，岂能再娶你嫂嫂？万万不可！赵范，将军何故推辞？赵范见赵云拒绝，觉得面子挂不住，恼羞成怒。他认为赵云瞧不起自己，于是心生歹念，假意挽留赵云，却暗中设下陷阱，打算在宴席上杀害赵云。赵范，将军既然不愿，便是瞧不起我。赵云，太守此言差矣。没想到赵云早有防备，他看穿了赵范的阴谋，眼疾手快，一招制敌，将赵范当场擒获，让赵范的诡计彻底落空，全场目瞪口呆。赵云，好你个赵范，竟敢对我使诈！赵范，你怎么知道？赵云随后安抚了贵阳百姓，稳定了军心民意。他将赵范押解回去面见刘备，贵阳郡至此正式纳入刘备的版图。赵云也向刘备禀报了东吴欲招亲诱骗之事。赵云，主公，贵阳已定，赵范已擒获。刘备，子龙辛苦了，东吴此计，我已知晓。话说刘备得了荆州，眼看着长沙郡还没收复，心里正盘算着呢。这时关羽站出来，拍着胸脯说：“大哥，长沙就交给我吧。”关羽，大哥，长沙郡就交给我，我去取便是。刘备，云长武艺非凡，务必小心行事。关羽带着军队浩浩荡荡来到长沙城下，旗帜飘扬，战鼓隆隆。他立刻派人前去叫阵，气势如虹，就是要让城里的人知道关二爷来了。关羽，传我将令，速去城下叫阵，震慑敌军。城里的太守韩玄一听关羽来了，吓得不轻。他手下有位老将军叫黄忠，虽然白发苍苍，但弓马娴熟，骁勇善战。只是韩玄对他老是不信任。韩玄，关羽来势汹汹，谁能出城抵挡？黄忠，太守大人，老夫愿出城应战。黄忠出城应战，和关羽两人一言不合，直接挥刀策马打了起来。他们你来我往，刀光剑影，打了几十回合都不分胜负，真是势均力敌。
关羽，老将军武艺非凡，关某佩服。黄忠，将军刀法精妙，实乃世间罕见。两人又打了几回合，没想到黄忠的战马突然一个踉跄，差点把他摔下马。关羽见状，立刻收回青龙偃月刀，没有趁机攻击，展现了他过人的侠义风范。关羽，老将军，请换好马，再来与我决一高下。韩玄看到黄忠没能取胜，气得七窍生烟，觉得黄忠根本没尽力，回去就把他臭骂一顿，还逼他明日务必再战，不胜就军法处置。韩玄，老匹夫，你竟敢在阵前放水通敌！韩玄，明日若不取胜，定斩你不赦。第二天，黄忠怀着感激的心情再次出战，两人又交手数十回合，黄忠假装败退，然后突然回身射箭，只擦过关羽的头盔，算是还了昨日之恩。关羽，好剑法，多谢老将军手下留情。没想到韩玄看到黄忠没杀关羽，更加疑心，气得脸色铁青。他怒吼一声，当场下令要把黄忠绑起来斩首，真是个狠毒又多疑的家伙。韩玄，老贼，竟敢与关羽勾结，背叛我！韩玄，来人，将这通敌老贼绑了斩首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城里一位将军魏延再也看不下去韩玄的暴行，他大吼一声，冲上前救下黄忠，更直接杀了作恶多端的韩玄。魏延，韩玄暴虐无道，死有余辜。魏延，今日我魏延替天行道，除此恶贼。魏延和黄忠打开城门，欢迎关羽入城。关羽对魏延的忠义和黄忠的武艺都十分欣赏，立刻派人向刘备禀报，建议重用这两位人才。关羽，二位将军，可愿随我兄长匡扶汉室？黄忠，将军仁义，老夫愿为主公效犬马之劳。话说刘备得了荆州，转头又去攻打益州，东吴的孙权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觉得刘备说话不算话，答应的荆州始终没还，气得他牙痒痒的。孙权，刘备这厮言而无信，荆州不还。孙权，此仇不报，我孙权岂能善罢甘休？为了巩固势力，孙权决定不再忍让，他亲自率领10万大军，战船密布江面，气势汹汹地去攻打曹操的地盘，重要的战略要地合肥。孙权，合肥乃曹贼要地，我军势在必得。孙权，传令3军，即刻准备攻城。曹操派驻合肥的将领是张辽、李典和乐进3位猛将。面对孙权10万大军的压境，张辽决定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主动出击，才能守住这座城。张辽，敌军兵临城下，我等不可坐以待毙。李典，张将军有何妙计，能解此围？张辽提出一个大胆的夜袭计划，他要在孙权的营寨还没稳固时，先发制人，带领800精锐，在夜色掩护下突袭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张辽，兵法有云：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。张辽，今夜夜袭孙权大营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只见张辽率领800精锐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中，悄无声息地靠近孙权大营。随着一声令下，他们如猛虎下山般杀入敌营，喊杀声震天。张辽，魏武将军张辽在此，谁敢与我一战？吴军士兵，张辽来了，
大家快逃命啊！孙权的营帐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冲得七零八落，他自己也被围困在乱军之中，情况危急万分，眼看就要被敌兵抓住，命悬一线。孙权，快护驾！快来护驾啊！曹军士兵，孙权就在这里，别让他跑了。关键时刻，吴将凌统、甘宁等人奋不顾身，死命杀入重围，用生命保护孙权。他们就像天降神兵，终于将身陷险境的孙权救了出来。凌统，主公莫慌，末将在此奋力保护。甘宁，谁敢伤我主公，我甘宁要他性命。虽然孙权被救了出来，但吴军的士气已经跌到谷底，被迫开始狼狈撤退。他们在逍遥津这条河边又被追击，场面一度混乱不堪，伤亡惨重。孙权，快撤！全军立刻向后方撤退。吴军士兵，张辽追来了，快逃啊！活命要紧。尽管东吴军队声势浩大，兵力远胜，但因为张辽的英勇防守和那场惊天夜袭，合肥城最终没有被攻破，曹操的这块地盘被成功保住。张辽，合肥城固若金汤，岂是尔等能犯？这一回的故事，关羽以他的仁义和武艺，收服了老将黄忠，为刘备阵营增添了2员猛将。而张辽则凭借勇猛和智谋，在合肥大败孙权，名震天下。旁白：关黄张辽各显神威，千古流芳。话说，周瑜想出一个计谋，准备把刘备骗到东吴来娶亲，其实是想把他困住，然后趁机夺回荆州。他以为这计策天衣无缝，殊不知诸葛亮早就算到了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，只等着刘备入局。周瑜，哈哈，刘备这次插翅难飞。为了荆州大业，刘备只好硬着头皮，带着赵云和数百随从，跟着东吴的使者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江南。他心里忐忑不安，毕竟这是龙潭虎穴啊，每一步都走得格外小心，生怕一个不慎就回不去了。刘备，此行步步惊心，望天佑我。话说诸葛亮料事如神，早预料到此行风险重重。临行前，他悄悄给了赵云3个锦囊妙计，嘱咐他遇到紧急情况时依序打开。这可是保护主公刘备安然脱险的关键，赵云小心翼翼地收好。诸葛亮，切记，是吉方可拆开。赵云到了东吴后，按照诸葛亮的第1条计策，立刻大张旗鼓地四处宣扬刘备是来真心娶亲的。他们甚至在当地买了许多房产、田地，还给随从们分发钱财，搞得整个建业城都知道刘备要来做东吴驸马。赵云，主公真心娶亲，绝无虚假。百姓，听说刘皇叔要来了。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，很快就传到了孙权的母亲，也就是吴国太的耳中。吴国太一听说女儿要嫁给刘备，而且搞得如此轰动，心里不禁好奇起来，想看看这个未来的女婿到底是何许人也。吴国太，哦，吴儿要嫁人了。是女？正是，传得沸沸扬扬。吴国太一问孙权，才发现这桩婚事竟然是周瑜为了夺回荆州设下的美人计。他气得不得了，觉得儿子怎么能拿妹妹的幸福开玩笑？这下可把孙权吓得脸色发白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吴国太，你怎能拿女儿婚事开玩笑？
孙权，母亲息怒，孩儿知错了。吴国太心疼女儿，决心不能让女儿被利用。他当即决定要亲自到甘露寺去见刘备，好好考察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值得他女儿托付终身。他可不会让周瑜和孙权的计谋得逞。吴国太，我要亲自见刘备。孙权，母亲，这恐怕不妥。话说刘备在甘露寺里忐忑不安地等着吴国太召见，他心里七上八下，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福还是祸，只能硬着头皮，抱着必死的决心面对。殿外风声鹤唳，更添几分紧张气氛。刘备，此番吉凶未卜，我心不安。吴国太进殿后，仔细打量刘备，只见他身形魁梧，气度不凡，相貌堂堂，说话又谦和有礼。虽然年纪稍大，但眉宇间却透着一股仁德之气，一看就不是奸诈小人。吴国太心里对他很是喜欢。吴国太，刘皇叔果然气度不凡。刘备，夫人过奖，不敢当。吴国太越看刘备越满意，心想这才是真正配得上他女儿的乘龙快婿。他当场拍板，定下了这门亲事，并且严厉地训斥了孙权和周瑜。这下子，孙权和周瑜的计谋算是彻底落空了，只能打落牙齿或血吞。吴国太，刘皇叔就是吴儿女婿。孙权，遵母亲之命。既然吴国太都答应了，孙权也没办法阻止，只好真的把妹妹嫁给刘备。于是东吴大摆宴席，热热闹闹地举行了婚礼。刘备终于娶到了孙权的妹妹孙夫人，这真是意料之外的喜事。百姓恭喜刘皇叔，贺喜孙小姐。新婚燕尔，刘备和孙夫人琴瑟和鸣，感情非常好。孙夫人虽然性情刚烈，带兵器入嫁，但对刘备却是温柔体贴，两人在东吴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。刘备都快要乐不思蜀了呢。孙夫人，夫君，您在想什么呢？刘备，夫人，有你真好。却说刘备在东吴的日子过得太舒服，都快忘了荆州大业了。赵云和糜竺看在眼里，心里都急坏了。他们担心主公沉迷于温柔乡，忘了回荆州，于是决定要按照诸葛亮的锦囊妙计行事。赵云，主公，该回荆州了。糜竺，不可再拖延下去啊！按照诸葛亮的第二条计策，赵云让刘备在孙夫人面前假装思乡心切，常常唉声叹气，甚至偷偷哭泣。刘备演技精湛，表现得非常痛苦和闷闷不乐，让周围的人都以为他真的想家了。刘备叹气，荆州，我的家乡啊！侍卫，主公近日总是闷闷不乐。孙夫人见刘备每天愁眉苦脸，茶饭不思，便关心地询问他出了什么事。刘备装作很痛苦的样子，说他思念故乡和兄弟们，担心荆州无人看管，言辞恳切，让孙夫人听了也跟着心疼起来。孙夫人，夫君为何如此忧愁？刘备，我思故乡，心如刀割啊！孙夫人听了刘备的哭诉，心生怜悯，又见刘备对自己极好，便下定决心要帮助夫君离开东吴。她虽然是孙权的妹妹，但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如今她是刘备的妻子，自然要帮自己的丈夫。孙夫人，夫君莫愁，我自有办法。孙夫人想了一个好主意，她去向母亲吴国太请安，并说自己想与刘备一起去江边祭祖。吴国太心疼女儿，听了女儿想祭拜先祖，
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，还派人护送他们到江边。孙夫人，母亲，女儿想与夫君祭祖。吴国太，去吧，路上小心些。刘备和孙夫人趁着祭祖的名义，偷偷带着赵云等人，急匆匆地登上船只，准备逃离东吴。他们一路有惊无险，整个过程惊险万分，生怕被发现。船只划破水面，朝着荆州方向疾驰而去。赵云，主公，快上船。刘备，夫人，多谢你了。周瑜得知刘备和孙夫人逃走，气得七窍生烟，勃然大怒，立刻派兵追赶。然而，诸葛亮早就算计好了一切，安排了赵云和伏兵，让周瑜的追兵吃了个大亏，只得眼睁睁看着他们远去。周瑜，戏杀我也，又中诸葛亮奸计。刘备和孙夫人最终成功摆脱了追兵，顺利回到了荆州。诸葛亮早就在城门口迎接，笑说：“周瑜这次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”刘备心里也松了口气，对诸葛亮的智谋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诸葛亮，恭喜主公，贺喜主公。刘备，军师妙计，实乃神助也。话说刘备在东吴当驸马，却始终闷闷不乐，心里总是记挂着荆州和他的兄弟们。他每天唉声叹气，愁眉不展，感觉自己就像金丝雀一样被困住了。刘备，哎，我何时才能重回故土，与兄弟们团聚呢？却说孙夫人，也就是刘备的妻子，看见丈夫每天都心事重重，忍不住关心地问起缘由。她发现刘备常常对着窗外发呆，完全没有当新郎官的喜悦。孙夫人，夫君，你最近为何总是心事重重，愁眉不展呢？孙夫人，有什么烦心事，不妨告诉妾身。刘备见妻子关心，便将心中的苦闷和盘托出。他告诉孙夫人，他想念故乡，担心荆州，更挂念生死相随的兄弟们。他说的声泪俱下，让孙夫人听了也动容。刘备，哎，我在东吴虽好，却终究是客。我挂念荆州，更担心关羽和张飞啊。刘备，身为男子汉，岂能久居人下，只顾享乐？孙夫人是个有情有义的女子，她看到丈夫如此痛苦，心里也生出怜惜。她知道刘备是个英雄人物，不该被困在儿女情长之中，于是她决定帮他一把。孙夫人，夫君莫要忧心，你乃天下英雄，岂能因此消沉？孙夫人，若有良策，妾身定当鼎力相助。刘备见时机成熟，便假称父母病重，需要即刻回荆州探望。他向孙夫人解释，这是人子应尽的孝道，希望她能体谅。当然，这都是为了脱身而编造的借口。刘备，夫人，我家中老母病重，需立刻回荆州探望，尽人子之孝。刘备，还请夫人体谅，莫要阻拦。孙夫人虽然有些怀疑，但拗不过刘备的坚持，也体恤他的孝心。他决定陪同刘备一同返回荆州，并带着自己的亲兵和侍女，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准备出发。孙夫人，既然夫君孝心如此，妾身岂有不随之理？孙夫人，我们一起回荆州吧，也好探望父母。于是
刘备和孙夫人趁夜色掩护，带着一众人马悄悄离开了东吴的城池。他们步伐匆匆，心里都有些紧张，希望能尽早脱离险境，回到安全的荆州。他们一行人日夜兼程，马不停蹄地向荆州方向赶路，沿途风餐露宿，不敢有片刻停留，生怕东吴的人马追上来。这段旅程对刘备来说是希望也是煎熬。没想到周瑜很快就发现刘备和孙夫人不见了，他勃然大怒，气得直跺脚，知道自己又被诸葛亮摆了一道，这分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前招啊！周瑜，什么？刘备和妹妹竟然逃走了？周瑜，诸葛村夫竟敢戏弄于我，戏杀我也！周瑜气急败坏，立刻点齐兵马，命令手下将领火速追赶。他发誓，就算追到天涯海角，也要把刘备这个老光棍抓回来，绝不能让他逍遥法外。周瑜，快传我将令，立即点齐兵马，务必将刘备截下。周瑜，绝不能让他们逃回荆州。只见周瑜的追兵很快就追上了刘备一行人，他们大声喝止，想要拦截去路。刘备心头一紧，知道这下麻烦大了，可不能让孙夫人看到自己狼狈的一面。吴兵，前方何人？速速停下！奉周都督之命，捉拿刘备。刘备，糟了！周瑜的追兵这么快就到了。没想到孙夫人见状，立刻勃然大怒。她可是孙权的亲妹妹，脾气火爆。她大声呵斥这些士兵，指责他们竟然敢阻拦自己的归路，简直是吃了豹子胆。孙夫人，放肆！你们这些奴才，竟敢阻拦本夫人归路！孙夫人，难道不知我是谁吗？我要回去禀告哥哥。孙夫人的亲兵也都是精锐，见主人受辱，更是奋勇向前。他们挥舞刀剑，将周瑜的追兵杀退。吴兵见是孙夫人亲自发话，也不敢太过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继续前行。吴兵，夫人息怒，我等奉命行事，不敢冒犯。孙夫人，滚开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在孙夫人的威势下，刘备一行人终于突破了追兵的阻拦，顺利地渡过了长江。他们遥望对岸，荆州就在眼前，心头的巨石也终于落下，厂长松了一口气。刘备，多亏夫人相助，否则我今日真要被困在吴地了。孙夫人，夫君莫谢，这也是妾身份内之事。刚一登岸，只见诸葛亮早已率领赵云和张飞在此等候。他看到刘备平安归来，高兴得哈哈大笑，对周瑜的计谋失败感到非常得意，简直要乐开花了。诸葛亮，恭喜主公平安归来，亮早已料到周瑜会如此安排。诸葛亮，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哈哈哈。周瑜听闻刘备和孙夫人成功脱身，气得脸色铁青，差点吐血。他恨透了诸葛亮，感觉自己像是被诸葛亮玩弄于股掌之间，怒火中烧，发誓要报此大仇。周瑜，可恶，可恶啊！诸葛匹夫，我与你不共戴天。周瑜，此仇不报，我周瑜誓不为人。周瑜不甘心失败，又生一计，决定假装派人送粮草给荆州，实则打算趁机攻城。他兵分两路，想要出其不意夺回荆州。他觉得这次诸葛亮一定料不到。周瑜，我自有妙计，派人假装送粮，实则分兵奇袭荆州。
周瑜。这次诸葛亮总该想不到吧？然而，诸葛亮早已算到周瑜会再次出兵，他在荆州城外设下2处埋伏，分别交给赵云和张飞。就等周瑜的军队一到，便要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。诸葛亮，周瑜诡计不出我所料，赵将军、张将军各守一处。诸葛亮，待吴兵一到，便杀他个片甲不留。周瑜的军队果然中计，被埋伏的蜀军杀得措手不及，大败而逃。当他们狼狈撤退时，耳边却传来了蜀兵们齐声高唱的讽刺歌谣：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蜀兵合唱：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周瑜，可恶！这些无耻匹夫！周瑜闻听此言，羞愤交加，一口鲜血喷涌而出，仰天倒地。他被诸葛亮气得昏死过去，一代名将竟被活活气晕，真是令人唏嘘。诸葛亮这下是第2次把周瑜给气倒了。周瑜，噗！诸葛亮，你害我！吴将，都督，您怎么了？快来人啊！